Hello， 大家好，我是小懒。前两天8月12号，中美两家突然冒出来说，之前那个90天的关税停战协议咱再续上，再续个90天。川普大爷那边8月11号就麻溜的把这个文件给签了。这个消息一出不少人寻思，这是不是要握手言和啦？能喘口气啊？可是各位这个事得抠细节就在签字的当天晚上，这个川普大爷那可真的是一个闲不住的主他拿起他心爱的手机，登上他最爱的推特，发了段耐人寻味的话。他咋说的呢？大概意思就是我听说这个中国现在为了缺大豆愁眉苦脸的，别怕，我们美国农民伯伯能种出全世界顶呱呱的大豆。我希望中国赶紧的把你们的大豆订单翻个3倍。还补了句说这样能减少美国对中国的贸易逆差。我的天呀，这话说的那真的叫一个委婉先给你戴高帽，说你丑，然后把自己扮演成救世主。我这儿呢有最好的，可是字里行间那股子求爷爷告奶奶的劲儿咋藏都藏不住。把这个求人办事说的这么清新脱俗还得是川普大爷。更逗的是第二天这个白宫的发言人，一个叫卡罗琳的女士，在这个记者会上又把这个总统的话复述了一遍。结果她嘴里的数字从3倍变成了4倍。哎呦喂，这涨得也太快了吧！昨天的3倍，今天的4倍。你们白宫内部这是没有对好台词吗？还是说这一晚上过去，这个豆子又多熟了一堆，更愁卖了？不过不管是3倍还是4倍这都说明了一个事儿。这个美国以前那些看着挺灵的招数什么加关税吓唬人在咱们中国这儿好像不顶用了。不光是咱们看出来了，好多美国网友们也门清有个美国网友说一句大实话，川普对所有国家都硬邦邦的，除了中国。然后一个叫 Taco 的梗就在这个美国社交媒体上火了。Taco 可不是说这个墨西哥卷饼它是几个英文单词的缩写，那翻译过来就是川普总是临阵退缩。你说这个美国网友损不损真的是太有才了。当然了，咱们也得体谅一下这位快80岁的老人家这是起早贪黑发推特不容易他真的很努力了。但是呢，这努力归努力，这个方向要是错了那可就白费劲甚至还会出昏招。这大豆就是一个典型的昏招。川普的判断错的离谱，他以为中国离了美国大豆就活不了了，以为咱们正眼巴巴的等着他来救急。可是事实呢？事实是中国根本不存在什么迫切的大豆短缺风险。咱们也早就不再是那个只靠这个美国大豆过日子的中国了。这些年咱们早就开始给自己留后路了。这个世界这么大，能种豆子的国家多着呢南美的巴西、阿根廷、乌拉圭，那土地肥沃的流油种出来的大豆质量一点也不差咱们把这些国家的豆子全买过来，足够用1年了。上个礼拜呢，巴西一家农业公司说中国已经把9月份要用的大豆全从巴西给包圆了。那10月份的也买了超过40%。你猜怎么着？这些采购一单不落的全是巴西的，没有一粒豆子是从美国买的。这消息一出这巴西人心里那叫一个踏实估计巴西的豆农们晚上睡觉都能笑出声来。但是呢，地球的另外一边的美国豆农们那可真的是愁眉苦脸想哭都哭不出来了。好几家美国农业媒体都说中国到现在还没开始买美国的新一季大豆，这是最近20年来最晚的1年。啥叫最晚？说白了就是人家根本就没打算买。更可怕的是今年中国可能一单都不会下，这可就出大事了。今年美国是风调雨顺，这大豆长得特别好，结果就是大丰收。这个产量预计超过9000多万吨各位，丰收呢本来是天大的好事可是现在呢，美国的农民伯伯们看着自家仓库里堆成山的大豆却高兴不起来反而是抱头痛哭。为啥因为他们种了这么多的大豆压根就不是为了满足美国国内那点需求的。美国人又不怎么喝豆浆吃豆腐，他们主要是吃肉。那这豆子种出来是干嘛的？就是为了卖给别人，为了出口。那谁是美国大豆过去几十年来最主要、最稳定、最大的买家？
没错，就是我们中国。过去啊，一到收获季，密西西比河上就热闹的不行啊，一艘艘的货轮排着队，装满了大豆，浩浩荡荡的开往中国。可是现在呢，河上是冷冷清清，这个豆子啊全堆在仓库里，再卖不出去啊，就只能等着发霉变质了。这能怪谁呢？其实哦，早在今年4月份，贸易战刚开打那会儿，那个美国豆农协会的主席啊，在这个电视上苦口婆心的劝川普啊，总统先生啊，快停下吧，别再跟中国打什么战争了，你再打下去，我们这些农民的生计啊就岌岌可危了。但是呢，川普团队啊，那时候是铁了心的，根本就听不进去。他们觉得啊，农民的短期阵痛啊，可以换来国家的长期利益。那卖不出去的豆子怎么办呢？你以为他们就没办法了吗？不，他们想出了一个绝妙的主意。这个川普团队的妙计是啥呢？曲线救国。他们找到这个阿根廷啊，跟人商量啊，嘿，哥们儿，帮个忙呗，我们这批豆子啊，在你这儿倒腾一下，换个包装，改个原产地，就说是你们阿根廷产的，事成之后啊，给你们点好处。这就是所谓的洗豆，把这个美国豆子啊洗成阿根廷的豆子，再偷偷的卖给中国。阿根廷啊，有些企业呢，为了那些蝇头小利啊，也就半推半就的配合美国，玩起了这套偷天换日的把戏。他们以为自己做的是天衣无缝啊，但是呢，他们严重低估了中国堵漏洞的决心和能力。咱们早就预判到了美国的这一招。中国海关啊，联合了阿根廷、巴西这些主要的大豆供应国，干了一件史无前例的大事，构建了全球首个大豆区块链溯源平台。我给你打个比方啊，这就好比啊，给这个每一批进口到中国的大豆都办了一张独一无二的、没法伪造的数字身份证。这张身份证里啊，记录了这批豆子所有的信息，是真正的数字档案，包括它是哪个农场种的，哪个农场的 GPS 坐标是多少，什么时候收割的，装上了哪条船，这条船的航行轨迹是什么样的，总共12项关键信息，实时上传到这个区块链的系统里，谁都别想改，一改呢就有记录。光有这个还不够，咱们还有2大黑科技啊，作为杀手锏。第一个叫蛋白质光谱密码，其实说白了就是用这个光谱技术啊，给这个豆子做个体检。美国的大豆啊，因为土壤和气候的特性啊，它的蛋白质含量啊，普遍都高于 35.1%。而南美呢，像巴西、阿根廷的大豆啊，这个蛋白质含量通常都低于 34%。就这么一点点差异啊，在咱们的算法里啊，就跟这个白天和黑夜一样分明。这第二个呢更神，叫土壤同位素特征，这就相当于给这个豆子啊做亲子鉴定了。哎，你是在哪块地里长大的，你这个身体里啊就会带有那块土地独有的同位素基因签名。就在今年4月啊，一艘满载着30万吨、标签上写着阿根廷产的大豆货轮啊，缓缓地驶向了中国港口。结果呢，我们的系统就滴滴滴地响起了警报，这个蛋白质含量严重超标。海关人员立刻开箱查验，用上咱们的黑科技一分析，好家伙，果然不出所料，这批所谓的阿根廷豆啊，骨子里流的全是美国的血啊！结果呢，全额退运，一粒啊都别想进来。而且咱们的海关还引入了一种叫时空拓扑分析的技术，能实时监控全球2300多个港口的数据，哪艘运豆子的船啊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航行轨迹不正常，这系统里啊都看得一清二楚啊！这简直就是一张覆盖全球的天罗地网。当这个漏洞被彻底堵上，这美国那点洗澡豆的鬼把戏啊，就彻底没了用武之地。这白宫的妙计啊，宣告破产。阿根廷被咱们抓了一次现行之后啊，这脸都丢尽了呀，也再也不帮美国这个忙了。其他南美国家一看啊，这心里都明得跟镜似的啊，谁也不傻，谁也不想为了捡这个美国这点芝麻，丢了中国这个巨大的西瓜呀。这个川普一个昏招，硬生的把这泼天的富贵啊送给了自己的竞争对手巴西。其实吧，《纽约时报》早就报道过，咱们中国在过去的10年，也就是奥巴马当总统那会儿啊，就已经开始在巴西大量投资了，帮他们修这个仓库啦，修这个铁路啦，修港口了，就是为了有一天啊，能让这个巴西的大豆更方便、更快捷的运到中国。哎，你看看，这叫什么呀？这就叫未雨绸缪啊！早就防着美国这一手了。如果咱们真的像国内某些亲西方的经济学家说的那样啊，傻乎乎的完全相信什么
国际自由市场经济，那今天啊，咱们得有多被动啊？这美国啊，根本就不是一个能跟你讲市场经济的国家。白宫的一道行政命令，企业就得乖乖放弃市场。今天禁售你高端芯片，明天强卖你大豆，这不过是美国行政经济的一体两面罢了。现在呢，这个皮球啊又踢回给了川普，他深夜发这个推特，又是3倍又是4倍的，本质上就是在喊话啊，在作秀。为啥作秀啊？因为他急了呀。去年大选前啊，他可是亲自跑到肯塔基州的田间地头啊，站在金黄的收割机前面，拍着胸脯给美国农民保证啊，想把你的豆子换成美元吗？找我。哈里斯和民主党只关心乌克兰人，只有我唐纳德川普才真正关心你们。那现在呢，农民们觉得自己被骗了，明年就是中期选举，这川普和共和国要是搞不定农民的选票，在国会失守，那他最后2年的总统就得变成跛脚鸭，啥也干不成了呀。所以他深夜为这个大豆发声主要是演给国内看的，表明自己还在努力。那这问题到底咋解决呢？其实也不是不能解决这个中国的网友是万能呀。咱们换个角度看说不定就豁然开朗了。有人就建议把那些卖不掉的大豆都做成豆浆。这个白宫食堂要起带头作用，从总统到实习生以后早上别喝咖啡了，人手一碗热豆浆，健康又提神如果这个豆浆是喝腻咱就做成豆花可咸可甜，自由搭配那是鲜嫩清爽，口感极佳呀。白宫南草坪可以开个豆花摊招待外宾。再往下发展还可以制成什么五香豆腐干这可是好东西又好吃又健康，高蛋白低脂肪。怎么样？思路这么一变，是不是感觉豁然开朗赢麻了呀？那说笑归说笑但是道理是严肃的。本来嘛，这美国可以光明正大的、体体面面的把这个大豆卖到中国，赚取丰厚的利润但正是因为这个川普政府的一系列昏招亲手堵死这条路，现在正面临着彻底失去中国市场的风险。这能怪中国吗？破坏国际大豆贸易秩序的恰恰是美国自己，而最终受到伤害的却是那些曾经最支持他的美国农民。那大豆对于咱们中国来说虽然不是主粮，但是极其重要的。为了我们自己的粮食安全和这个国家利益，我们一步步的实现大豆来源的多元化，这就是远见，这就是战略。中国不可能因为这个川普在推特上喊几句话就放弃我们和巴西等国建立起来的良好合作关系。你想想，这巴西为了承接中国的订单投入了那么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去发展大豆产业，我们一回头又去买美国的，那不就等于把这个队友给坑了吗？以后谁还敢相信我们呀？更关键的是这违背了我们最基本的国策。大豆来源多元化，这是事关国家安全的战略，这不是川普喊几句大豆滞销帮帮我们就能改变的。所以美国现在最该做的是求人不如求己，有病呢自己找药吃，不要老指望着别人替你吃药。你自己的政策出了问题就该自己去修正，而不是指望着别国来为你的错误行为买单。好了，今天就跟大家聊到这儿了。这豆子的故事比这个电视剧可有意思多了吧？我是小兰，我们下期再见。